这样各自奔天涯。除了毕业分手，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其实这个是特别考验今天专家团的智慧的。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年轻人，来，掌声有请。男主人公小周，23岁，来自河南公务员；女主人公邓安晓，22岁，江西是位实习生。来，有请有请两位。编导跟我说哈，说七夕特别节目里面最纯的一段，就是让他们觉得都那么纯美的爱情，说的就是你们。这个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这个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述他们那种深爱的东西。我先给大家看一个他们的一个日志，是你的对吧？是他写的。我们看男孩子的写的一段话哈，我画了几句哈。我很依赖你，感觉生活缺少了你，就会有那种一瞬间不知道要干什么。会突然有那种无措的感觉。这是你们练了多久的时候你写的？那是刚开始2个月的时候。刚开始2个月。对。现在多久了嘞？现在已经1年多了。现在还有那种感觉吗？一直就有。一直就有。对。一直就有，就陪他留在北京好啦。但是你回老家的话，家里条件毕竟自己会很熟悉啊。你又考一个公务员在老家。对。你希望他留下来，对不对？我希望他回家，因为他家里就是他在家发展会在比这边大，而且他是那种性格的人，也适合在那种机关部门工作。我只是希望他支持我在北京发展。我们俩就是也可以分开嘛，恋爱等到快要结婚的时候回去就好。我支持你在北京发展，不代表着说我可以和你分开。你在北京，我在河南，这个要搞清楚。你要在北京的话，我会完全不放心的。距离产生为短距离，长距离陌生感，完全的陌生感。你怕由此失去他？对啊，那就跟他回家好喽。我做不到，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比较独立的人。我得到这份工作也经过各种实习，然后就是各种考试才得到这份工作的。我听他们说是一个外企，不错是吧？对，你说跟你回家我干嘛呀？然后我在这边找了一份这么好的工作，我想在这边留下来。你回家你可以跟我在一起，然后我和我的家庭和我的爸妈和我的朋友一起创造。给你想要的一切。你见过他父母吗？没有，他都没有告诉他妈我的存在。等等，你们谈了1年多，你父母不知道？我妈妈不知道，因为我妈妈对我的要求就是说，希望我先立业，然后再成家。她认为男生必须要有一个事业之后，然后你感情才可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感情。那你这么把他带回家，不是很突兀吗？但是我把他带回家之后，我会很放心。就会有安全感。你是不放心他，还是不放心你自己？我不放心他在北京啊。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平常都是我照顾你，虽然说你比较大男子主义吧，可是平常都是我照顾你啊。是，平常是你照顾我，但是大事情上完全你要听我的。不，没悬念的，你要听我的。不能听你的，有些决定是关乎一辈子的。我就在北京怎么了？就我在北京，是北京不怎么，北京花花的大都市，北京那么多有钱的、有房的、有车的，不怎么，杜拉拉还有一夜情呢。那你就对自己这么不自信啊？那我们在一起1年多，你看那么多美好的瞬间，那我们经常对那么多美好的瞬间，你忍心分开吗？忍心吗？我先问几个问题啊。认识1年多，就是大学2年级的下半学期开始谈恋爱。对。在此之前都谈了吗？各自？谈了。我没有。你是俏同学的女朋友是吧？是吧？对。啊？怎么一回事情啊？我们俩被同学带去打台球，然后就撂旁边了，因为我们俩都不会，就他们。然后就那时候我有看到他坐在那个卡座里边嘛，就是那种很安静、很文静的样子。就从心里面产生一种会去关怀他那种感觉。然后就和他坐在一起，然后聊天，然后最后走的时候交换那个电话号码嘛。最后就一个学校在一起吃饭，然后散步，然后逛街，就会越来越熟悉。对，然后差不多有持续了1、2个月吧，然后我出去考试了。就是压力很大，然后回来之后找我男朋友说他不理解我，然后就觉得让我很伤心，然后就一气之下就分手了，也有一点他的因素吧。那会儿我觉得如果我跟他在一起，他会不会能多理解我一点，然后我们就
然后就差不多认识了有半年左右才在一起的，才确定在一起的。其实我们认识了1个星期之后，我们就会觉得我们俩认识了好久好久。我们俩上课的时候偷偷发信息，就那种飞信发了将近183页，就1天。你就知道我们俩聊了多少东西。确定在一起之后，我就觉得他对我特别好，我也特笨，小脑也特不发达。然后就是他会觉得他不放心我，他走路就是那路很平的，就一个很小很小石头，然后就这样要摔，然后或者有一个起伏这些的，都会走不稳的那些样子。但是刚才不是他说他都照顾你吗？对啊，那只是小事情，我除了小脑不发达也没有别的啦。你看你，你看你，他有哪些地方有问题？对，他跟我在一起之后，他从来都没有洗过1件衣服。生病了，我不给他把药泡好了送过去，他就不喝，他就说那我病着吧，谁让你不给我泡药？就这样。哎，那你过去生病谁给你泡药啊？你过去生病的话，自己过几天就自己好了。就是撒娇呢啊，挺好的吗？对啊，就是挺好的。就是你们今天是来这儿订婚的是吧？现在嘛，然后特难受，就是他不同意我在北京待着，然后我就说我不跟他回河南，他就要跟我分手，然后我觉得不能理解，就特别不能理解。这有什么不能理解的？你在北京我不放心，就这么简单。我想做一个事业跟家庭兼并的，我希望你支持我。我觉得你在河南等我也可以。事业和家庭兼并这个我很支持，你可以和我回河南，我们一起事业和家庭。没有，我觉得北京发展空间更大，而且我也要北京空间发展是更大，北京高端人才也更多，这个对不对？你们俩高峰论坛是吧？特别想说了是吧？来。真心就比测问卷，来吧，都憋不住了吧，绷不住了吧？来，你们接着论吧。我觉得呢，就是说，据我对很多这个恋人这种观察，就你们2个人状态是非常非常好的。就包括说这个矛盾的时候，就是双方因为如果有问题的人，他们会露出一种轻蔑，你们完全没有。你们即使说问题的时候，其实那种情谊依然在。这个大城市和这小城市的问题，我的体会是这样的：你在北京待着，你可以过得看起来挺成功。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在北京想过得幸福相当不容易。你在小城市你可以过得幸福，而且好的工作比好男人要好找多了。这个是很然后我再加一句，就跟你真正能够相亲相爱、心灵特别契合的好男人，你这辈子可能就遇到那么1-2个，因为差点就遇到这1个。可是我不这么认为啊。另外我可以告诉你，北京、上海、广州。高楼大厦已经赶上美国、欧洲了，离婚率超过了美国。高峰期上海在2009年达到了60%。我觉得我所有的人脉、所有的同学，而且我期望的所有东西都在北京，而且我只是希望他支持我而已，并不是说啊我们俩就我遇不到他了，或者说我以后就不跟他回去了。但我现在就想留在北京，我就是想留在这里工作。我觉得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满足我，而且他给我的感觉我也可以一直留在心里。这样我觉得这里只有一样东西不能满足你，他给我的感觉在。谁给你的感觉在？他对我很好，然后那种。另外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去年做过一个调查，在我们就促成大概有那么200-300对是异地恋，后来我们进行了跟踪研究，90%最后都失败。还有10%呢？这10%到现在还没分，直到现在我们是做了大概有18个月的研究，1年半。对啊，那就是还有可能的，就是还有在一起的可能。这18个月之后，这10%又怎么样？就是还有可能不要说那些10%，你怎么不说考上哈佛的那些有多少多少？你怎么不是那多少的人？那你为什么就不愿意等我，不愿意相信我呢？就我有什么让你不满意的？我觉得我对你很好，我很满意。我就希望你和我一起回河南，那样我会更满意。你怎么这么自私啊？找个好男人真的不容易，我觉得你那个还是夫唱妇随吧。我觉得还是应该跟他一起走，因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我报一个我自己的事儿吧。因为我也曾经有过异地恋，15年的异地恋。最后还是分开了，真的其实我身边有很多就是异地恋的，在一起的真的很少很少。我觉得有这么一个好男人，他又那么需要你照顾，那么依赖你，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跟他回河南，而且河南的房子很便宜。因为今天
因为七夕节对吧？牛郎织女他为什么上千年还能保持异地恋？对，我觉得是因为第一，牛郎是放牛的，太穷了没什么女生愿意找他，是吧？那个仙女在天上，那个就是一个仙女团队，周围也没什么男人，所以人家上千年可以保持异地恋。你们对吧？生活在现实社会当中，但是我觉得呢，就是女孩让她马上回河南，可能也有点不甘心。所以我觉得你还是对她应该宽容一些、放松一些。比如让她在北京待1、2年，外企的培训制度相当好。她在里面，比如干1到2年，她所接受的培训比她去河南可能5年8年。你们继续这个在高峰论坛里面走。涂磊来点情感的。涂磊最喜欢说的这个身高不是问题，距离不是问题。你老是曲解我的意思。其实看着他们俩幸福，那感觉真好。但是我跟大家的意见不同的是，我认为他们有非常严重的问题，是现在还没有发生的。你们俩都喜欢台球是吧？对啊。一场台球一共有2个选手，但是你们有3个。第3个选手就是男孩的母亲。资料上说，男孩非常孝顺母亲，非常听母亲的话，甚至有的时候听得有点没有主见，连献个血都要征求母亲的意见，是吗？对，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第2个问题，2位选手是完全是不同的打法，一个是进攻型，一个是防守型。那么这在将来的事业上，以及在你们生活的琐事的一些事物判断上，会产生极大的分歧。现在你们是一天到晚发183条飞信是表达爱意，明天发190条飞信是表达彼此之间的判断和那种误差。然后第3个问题就是现在你们当前的这个最重大的问题，不要说什么爱情真伟大，分开多远也不怕，不可能的。我认为其实女人她可能要的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去北京干出一番大事业，我要的是你的那份支持。对，我要那份自信。我觉得跟他回去之后，我完完全全就是依附他的。我认为一个男人啊，不管你的性格是怎样，在爱情上应该努力为女方付出，所以我完完全全支持男方来放弃自己的事业，来支持女方。不，我不要他放弃自己事业，我也希望他好，我也希望他好。但是距离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可是你不要老想你想成为那10%，你要是真正的想挑战那10%，你很有可能就会成为那90%。那我就要先挑战一下。不，挑战的前提是说，他同意和你一起挑战，这才构成了挑战的前提。对啊，现在连个前提都没有，是说我根本不给你挑战的机会，你怎么挑战啊？他完完全全是做生意人的想法，高风险伴随高效益啊，是吧？没准我事业家庭能够双丰收呢。但是生意上也讲究结盟啊，你不结盟的话，你一个人孤军奋战。我觉得是这样，3条路嘛。第1条路就此分手嘛，拜拜嘛。不，直接否定这一条。你否定没用，还有他呢，对不对？我也否定啊。OK。2，异地恋，否定。1否定，打平手。第3条路，一块走，没别的路了吗？但是我们今天来这里，我就是想找到另外一条路啊。专家不是给了一条路吗？这条路的名字叫妥协吗？或者叫一方的妥协吗？听听你们亲朋的意见吧。来，踏浪旁观者清。你是？大学同学兼4年的舍友。我比较支持安翘，因为我觉得信任是2个人交往的前提。那如果说周丽你不信任安翘的话，你何谈爱情？他在北京生活了4年，他在这里有工作有朋友，他跟你回了河南就什么都没有了。他回了河南有我。那你认为你能给他幸福吗？你凭什么认为我不能给他幸福呢？那我说这件事，你那个在河南认的妹妹是怎么回事？我记得你们2个因为这件事吵过架。对，我因为这件事也和你吵过架，对吧？那个是我妹妹，怎么了？那个是你妹妹，为什么你妹妹说我分手了，你过来找我吧？她为什么会这么说？你当时是怎么做的？因为那是我没有认识安翘之前，我有答应过她，如果她要分手的话，她可以找我。可是那个时候你已经认识安翘了，你当时是怎么做的？那话是之前讲，对不对？后来我跟安翘分了吗？没有吧？那你还有什么好讲？其实如果你爱他，你完全可以为他留下。一个男人不一定要靠家里。有家里为什么不靠？那我只能说一句，你是窝囊废。你可以靠家里，但你别大学一毕业你就靠家里就回去。我不是说太没骨气了。我知道这点，但是我回家我照样可以打拼呀，会有更好的资源我可以利用。这个为什么不用？我只是希望他支持我，我就希望他能支持我就行，相信我就行。我就希望他相信我，能让我在北京。小周啊，如果今天的结果确实是如你所愿，他留下来，但他迟早一天也要离开。
因为他是带着一种失望离下来，他始终心里在想着，我还是想做一些事情。那他为什么不可以去河南做呢？不是为什么不能去河南？你不能总是用自己的思维方法来掩盖别人的快乐。你是爱他，你爱他，你难道就能够剥夺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吗？你这叫爱他吗？为什么就不能够支持他一个小小的选择呢？为什么不能？这个选择不是小小的选择。他不相信我。那我认为你根本不爱。没有，他根本没有考虑到他我。的感受。就因为他考虑他的感受，我不放心他一个人在北京。你不放心，你怎么知道他在北京会干得怎么样呢？他怎么没有说你留在河南他不放心呢？他是那么的信任你，而且他的朋友还质疑了你在河南的事儿，他都没有说丝毫不信任你。那个事情他清楚，别人不清楚。不管清楚不清楚，我们所指的是同样是异地的情况之下，他对你充满了100%的信任，而你却一直在这儿否认他。你所担心的，他说他在外面会吃亏，知道吧？担心他在外面会混得不好，会吃苦，对不对？对。其实你最主要的担心的还是诱惑。作为一个男人这么考虑，我可以理解，但人得活得有点希望，不是？这样哈，给你个机会哈，你直接跟你未来的丈母娘说2句。男人嘛，你要带人家的女儿走嘛，看妈妈同不同意嘛。来，阿姨。喂。阿姨你好。介绍自己。我是安俏的男朋友。然后我今天在这录节目，我就想问您一件事情，我可以带安俏回河南吗？那河南地方太苦了。河南那地方是土，但是那个地方也是有一定的发展的。离家太远了，我就这一个女儿，反正要去那个河南的那个乡下，可能我就是不会同意的。但是我会很好的爱她，会很疼她的。这以后再说吧。喂，妈妈。哎。反正这个意思就是说，就说当我回河南嘛，然后我不愿意去，然后这旁边特别个就是说这屋子旁边有是就这屋里是公务员嘛，然后反正我就想在北京待了嘛，你就看你支持我还是支持姐吧。我肯定支持你了。挂了，拜拜。谢谢啊。其实我倒觉得小周你换一个位置考虑这么一个问题哈。其实姑娘的底线已经摊得很清楚了。底线1，我喜欢你，我要嫁给你，对吧？底线2，我希望给我几年的时间，我要有个发展。我就是生活在那种爸爸最重要，弟弟最重要，然后以后的老公很重要，然后我会就是很好的照顾他们，然后我希望我弟弟有更好的发展，毕竟那边也是小城市，我希望他能出国。我觉得我在北京，我能先帮他存够各种需要的东西。你在北京需要为他存什么东西？金钱、人脉。资料。你需要存金钱，你在北京你要打拼多少年？我能打拼多少年，我就会打拼多少年。那我呢？如果你愿意等我的话，我会缩短那个距离回去找你。如果你愿意等我的话。那如果我不愿意，我很明确地告诉你，如果你在北京的话，那么就分手，没悬念。我就这么自私，就这么狭隘。我爱你，所以我希望你跟我回河南。你连你妈妈都没有说你有这个女朋友，你拿什么做保证？你让她怎么去相信你？你不是她，你怎么知道她不相信我？她是庄子还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对不对？你不是安俏，你凭什么代表安俏说话？小周啊，你就这样面对你所爱的人的朋友吗？是爱情是狭隘是自私的，我们理解你的感受，但你目前的这种态度，能够让我们感觉到你能够真心对安俏好吗？去北京我们就分手，难道那183页的飞信谈来谈去，谈到最后就是这一句话？谈得拢就和，谈不拢就分。这句话安俏听了会伤心吗？你考虑过她的感受吗？我一点都不怀疑你爱她，但是你的爱一点都不包容。爱难道不是自私的？爱是自私的，爱从忠贞的角度上来说是自私的，但爱的自私并不代表你只在乎自己的感受，不在乎他的感受。他现在在哭，他在为什么而哭？你甚至没有跟他擦过一滴眼泪，你爱他什么呀？
小周倒是可以做一个让步，就是给一点时间看一看，保持在原地冷静了一下，也许就是第3条路。下面是你们自己的一个表白时间，我们一起传心溜。安乔，我们在一起1年多了，在一起点点滴滴也很多，比如说我们一起牵手散步，一起吃饭，一起去买再来一瓶，一起逛街，一起陪你练高跟鞋。我爱你，我真的很爱你。我希望你可以和我一起回河南，不要待在北京。北京不是那么容易待的，北京会有各种各样的诱惑，各行各业的人，形形色色，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安照答应我。如果就刚刚你说的那一句，你说如果不毕业就分手，可是你想过分手以后的日子吗？假如我们分手了，对，假如我们分手了，我不用去顾及你的身体，你抽烟喝酒我都不用管你了。假如果我们分手的话，你生病了我都不用去药店，特别晚去药店给你买药，泡好了给你送到宿舍楼下。如果分手了，我都不用担忧你的未来，都不用替你思考。如果分手了，为你付出生命也愿意。可是有好多事情我都变成习惯了，你明白吗？我觉得如果不我们俩分手了，我也接受不了这个事情。我只是希望我们俩大家都有一个让步。你好多事情成习惯，我难道不是成习惯了？我习惯每天晚上和你说晚安。这些都可以在电话里说啊，感觉到就好。拥抱也可以在电话里边拥抱吗？好了，两位，时间到了哈，绵绵情话。小周，有了这么多的如果，你为什么不能让一步呢？其实很简单，拿一点信任就够了，把它当做一次考验吧，自己想清楚。我请小邓明确一下自己的态度，安乔。不管是分手还是怎样，你都会坚决留在北京，对吗？能把问题留给他吗？我不想做这个问题。我不想每次什么事情都是我做主，什么事情都我解决。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他来做主。让他做主。对，这件事应该让他做主。但是你不给答案，他怎么做主呢？因为马上就面临着选择了。他跟我在一起这么久了，他知道我的答案。OK， 我知道了。两位请回吧。清官们，一对恋人让我们去找第3条路，其实路就摆在他们的面前，这就是在信任前提下，一方做出一个妥协。你们看好他们的爱情吗？他们的爱情能够经历更大的风雨和坎坷吗？他们是该订婚呢，还是分手？你们怎么看？来，请表决。火，这是现场观众的一个内心真实的写照。这么幸福，不希望他们分开，但是把所有的现实问题堆在一起的时候，又觉得他们之间好像又有一个鸿沟。所以50%对50%，这个大概是最好解释什么叫纠结。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来，我们一起倒数5个数：5、4、3、2、1，请开门。5、4、3、2、1，请开门。没有人会比我更爱你，为你放弃自己也愿意，没有人能比我更爱你。就算一天我们注定会分离，没有人会比我更爱你，为你付出生命也愿意。
没有人能比我更不要哭，坚强起来，好好的干，做个样子给他看看。我一直以为他会留下来的，然后就。如果就这么分手，我觉得你肯定也会心里有很多不舍吧。我只希望你照顾好自己，我只希望你不要恨我。这个真的有很多事情不是我也能解决的，我也不是超人，我也解决不了很多事情。这个真的。如果你留下，我们真的还有很多回旋的余地。可是你走了，把我一个人扔这里了。没有人能比我更爱你，就算没有人会永远在一起。没有人会比我更爱你，我多想永远和你在一起。